大陆来的高材生媳妇成了小镇上的名人，很多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小文，你真厉害！以前我们这儿的年轻人都往外跑，你却从大城市来到这里，还把我们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。邻居阿姨竖起大拇指赞叹道。小文笑笑，其实是阿杰公婆的水果真的很棒，我只是帮忙宣传一下而已。不知不觉中，小文和阿杰的网上水果店越做越大，甚至开始向大陆出口台湾特色水果。事业的成功让小文更加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但唯一的遗憾是父母依然不肯原谅他。每逢节日，小文都会给家里打电话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无人接听，或简短应付几句就挂断。爸妈，我和阿杰过得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台湾这边真的很美，条件也很好，完全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。小文在电话里说，什么时候你们来台湾玩几天吧，我带你们好好逛逛。哼，我们才不去那种地方。妈妈冷冷地说，你自己选的路，再苦再累也别回来找我们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小文心里很难受，但她没有放弃尝试修复这段关系。1年后，小文和阿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宝宝，小女孩取名叫星星，意为欣欣向荣，寓意美好。哇，星星好可爱，眼睛像极了你。阿杰的妈妈抱着孙女，喜不自禁。小文，你真是给我们许家带来了福气啊！有了孩子后，小文更加想念自己的父母。每次给星星拍照，她都会发一份到父母的手机上，希望可爱的小孙女能软化他们的心。喂，小文，尝尝这个刚摘下来的芒果，特别甜。阿杰递过来一个散发着香气的芒果，小文接过来咬了一口，果肉香甜多汁，比超市里买的不知道好吃多少倍，真好吃。小文惊叹道，那是，我们家的水果可是有机种植，连农药都不用的，全靠传统方法防虫害。阿杰骄傲地说。一天的劳作结束后，婆婆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台湾乡村的饮食以当地新鲜食材为主，健康又美味。餐桌上，公婆讲述着他们年轻时的故事，氛围温馨而和谐。小文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挺好的，虽然要早起，虽然要劳作，但内心却充满了平静和满足。这与他在大城市忙碌紧张的工作截然不同。晚上，小文躺在床上，忍不住给妈妈发了条信息，分享了今天的见闻和感受。然而，手机那头依然沉默。自从她决定嫁给阿杰，父母就再也没有理会过她，这让小文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多希望父母能来台湾看看，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，而不是固守着那些过时的偏见。怎么了？想家了？阿杰看出了小文的心事，有点。小文点点头，我只是希望爸妈能够理解我的选择，别担心，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阿杰安慰道，我们台湾有句俗语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文逐渐适应了两地生活的节奏，平日在台北工作，周末或假期就回花莲放松身心。他甚至开始帮公婆设计网站，将他们的水果推向更广阔的市场。这个转变也引起了当地人的关注。其实台湾经济发展的相当不错，人均 GDP 比大陆高不少，即使是所谓的偏乡，基础设施也是相当完善的。事实上，台湾的城乡差距虽然存在，但远比大陆小得多。即使是偏远山区，通常也有完善的水电网络、医疗设施和教育资源。只是相比台北、台中等大城市，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确实少一些。但小文的父母显然不这么认为，在他们眼中，女儿嫁到台湾偏乡，简直就是下嫁，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牺牲。爸爸妈妈，我真的很爱阿杰，他也很爱我。他家在花莲，虽然是偏乡，但条件真的不差。他父母种植有机水果，生活品质很高的，而且阿杰在台北有工作，我们结婚后会住在台北，只是假期会回花莲老家看看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大陆发展？南京这么好的城市，机会多的是。爸爸也加入了战局，你妈妈说的对，你这是在糟蹋自己的前程。阿杰是独子，他不可能永久离开台湾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就祝福我们吧，
然而，父母的态度异常坚决，最终爸爸下了最后通牒：你要是执意要嫁，那就别认我们这对父母了。天哪，多么熟悉的桥段啊！多少年轻人的爱情故事都被父母不同意这4个字给搅黄了。但小文和阿杰显然是铁了心要在一起。最终，小文做出了选择，她决定嫁给阿杰，哪怕父母断绝关系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简单而温馨。阿杰的父母都是淳朴开明的人，对这个大陆媳妇十分喜欢。婚后，小文和阿杰在台北租了公寓，两人都在科技公司上班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，说来真是令人心疼又温暖。这是一个关于高学历大陆姑娘嫁到台湾偏乡后的真实经历，也是一个打破偏见与误解的动人故事。妈，我和阿杰打算今年国庆后就领证。小文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鼓起勇气对母亲说出了这个决定。什么？那个台湾来的穷小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妈妈一听立刻炸毛，你爸知道了肯定气得血压飙升。上交通大学，考研这么辛苦，到头来嫁给一个台湾农民，还是偏乡的，你这不是糟蹋自己吗？小文，全名林小文，江苏南京人，名牌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，又考取了研究生，典型的学霸一枚。在研究生期间参加了两岸交流项目，认识了来自台湾花莲的许阿杰。许阿杰虽然家住台湾东部偏乡，但也是台湾成功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两人相识于学术研讨会，一来二去，竟日久生情。小文被阿杰温柔体贴的性格所吸引，而阿杰则被小文聪慧独立的气质所倾倒。妈，您别这样说，台湾不是您想的那样，人家经济发展很好的，而且阿杰家好个屁！妈妈直接打断，我们江苏这么发达，你在南京随便找个工作，年薪都20-30万起步，非要跑到那个小岛上受罪，你知道台湾偏乡是什么概念吗？那可能连我们这里的农村都不如，这就是典型的信息差啊！很多大陆同胞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，或者是道听途说，每逢假期他们就回花莲的老家小住几天。第一次去花莲，小文才发现所谓的偏乡竟然是一个被青山绿水环抱的美丽乡村。阿杰家有一栋2层小楼，周围是大片的水果园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比起喧嚣拥挤的大城市，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小文，明天我们要早起哦，去果园看看。婆婆笑眯眯地对小文说。第二天凌晨5点，天还蒙蒙亮，小文就被阿杰叫醒了。这么早？小文揉着惺忪的睡眼。是啊，农村就是这样，日出而作。阿杰笑着说，这就是文章标题中说的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做这件事，原来是要去果园采摘最新鲜的水果。小文跟着阿杰和公婆走进果园，清晨的阳光洒在露珠上，晶莹剔透，空气中弥漫着水果的清香。公公拿着竹篮，婆婆戴着草帽，阿杰拿着剪刀，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。小文，你看这个凤梨成熟了才摘，这样最甜。公公指着一个硕大的凤梨说，原来阿杰家种的是高端有机水果，主要销往日本和欧美国家，价格比普通水果高出好几倍，一年下来收入相当可观，比很多城市白领还高。而且台湾的农业不同于大陆的传统农业，他们运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销售渠道，打造了自己的品牌，通过互联网销售到全球各地。阿杰的父母虽然是农民，但同时也是成功的企业家。小文这才明白，原来台湾的偏乡并不意味着落后和贫穷，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。这里环境优美，生活节奏慢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纯粹和温暖。起初，父母依然不为所动，但在星星满月那天，小文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，孩子长得挺好的，像你小时候。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话，却让小文激动不已。这是2年来父母第一次主动联系他。妈，星星真的很可爱，您和爸爸什么时候来台湾看他啊？小文赶紧回复，看看再说吧。妈妈的回复依然冷淡，但小文已经看到了希望。
阿杰，我妈妈给我发信息了。小文兴奋地告诉丈夫，太好了，我就说嘛，宝宝是化解家庭矛盾的小天使。阿杰笑着说，不如我们邀请叔叔阿姨来台湾住一段时间吧，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生活。于是小文再次向父母发出邀请，并附上了详细的行程安排和台湾美景照片。这一次父母没有立即拒绝，而是说考虑考虑。就在小文以为希望渺茫时，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来了。喂，小文，是我，你爸。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熟悉的声音。爸。小文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你妈身体不太好，医生说她得了轻度抑郁症，这2年她一直很想你，但又拉不下面子。前几天看到孙女的照片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爸爸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原来小文离开后，妈妈一直很想念她，但碍于面子不肯低头。看到孙女的照片后，思女之情更加强烈，竟然得了抑郁症。爸，您和妈妈赶紧来台湾吧，台湾的医疗条件很好，我们这边认识几个心理医生，可以帮妈妈调理，而且山清水秀，对心情也有好处。小文急切地说，好啊，南京市场很大，而且交通便利，是个理想的选择。小文爸爸立刻表示支持，那我们要不要考虑在南京也买套房子，这样来回方便一些？小文提议道，可以啊，正好我在南京有些房地产朋友，可以帮你们介绍性价比高的房子。爸爸兴奋地说。就这样，小文和阿杰开始了两岸创业之旅。他们以台湾的优质水果为基础，结合大陆广阔的市场，打造了一个跨海峡的农业品牌。业务扩展到大陆后，小文的父母也成了得力助手。退休的爸爸负责联系南京当地的销售渠道，妈妈则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忙宣传推广。妈，您现在可成了我们的销售总监啊！小文打趣道。那当然，我女儿女婿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。妈妈自豪地说，每次我跟朋友说起你们在台湾的生活，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。随着事业的发展，小文和阿杰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，孩子们有时在台北上学，有时在南京生活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两岸通，不仅能说流利的普通话，也掌握了台湾腔调的国语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两岸桥梁。爸爸，为什么台湾阿公说话和南京爷爷不一样啊？有一天，欣欣天真地问道。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长大，说话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。就像你在台北和南京都生活过，所以2种说法你都懂，这是很棒的事情哦。阿杰耐心解释。那我可以教台湾的同学说南京话，教南京的同学说台湾话吗？欣欣兴奋地问。当然可以，这样大家就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了。小文鼓励道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文和阿杰带着父母游览了花莲的太鲁阁峡谷、七星潭海滩、鲤鱼潭等自然景点，又去台北参观了故宫博物院、101大楼等地标。台湾的美景和人文风情让小文的父母大开眼界。我原以为台湾就是个小岛，没想到风景这么美，爸爸感叹道。而且交通这么方便，医疗、教育各方面都很发达，一点不比我们南京差啊。妈妈也改变了看法。最令他们惊讶的是，偏乡居民的生活品质竟然如此之高。人们不追求物质上的奢华，而是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足，悠闲的生活节奏，淳朴的民风，和谐的邻里关系，这些都是大城市所缺失的。小文，你真有眼光，选择了这么好的地方生活。妈妈终于理解了女儿的选择。妈，您看，我在这里工作也很顺利呢。小文带父母参观了自己和阿杰创办的网上水果店，如今他们的生意已经扩展到整个亚洲市场，年营业额过1000万新台币。真没想到我女儿这么能干。爸爸骄傲地说，我们以前总觉得你嫁到台湾是下嫁，现在看来是我们思想太落后了。慢慢的，小文的妈妈抑郁症状也有所缓解。每天清晨，她跟着阿杰的妈妈一起去果园散步，呼吸新鲜空气，采摘刚成熟的水果。傍晚时分，2位妈妈又会一起去附近的小溪边散步，聊聊家常。李姐，谢谢你们家阿杰对我女儿这么好。小文妈妈真诚地对阿杰妈妈说。哪里，
应该是我们谢谢小文才对，他不仅帮我们家打理生意，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可爱的孙女。阿杰妈妈笑着回应。两位母亲相视一笑，一种跨越海峡的情谊在这一刻建立起来。1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，小文的父母要回大陆了。临行前，爸爸拉着阿杰的手说：“好女婿，以后小文就交给你了，有时间带他回南京看看，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回来。”一定的，叔叔，我会好好照顾小文和欣欣的。阿杰郑重承诺。小文，妈妈以前说的那些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妈妈紧紧抱着女儿，妈妈现在明白了，幸福不在于你在哪里，而在于你和谁在一起。看到你过得这么好，妈妈真的很欣慰。妈，没事的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以后我们会经常回南京看您和爸爸的。小文红着眼眶说。送走父母后，小文感到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，多年的隔阂终于消除，两岸的亲情得以延续。阿杰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小文靠在丈夫肩上，感慨道：“我也是。”阿杰亲吻妻子的发髻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有句老话，爱盼才会赢，你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不仅仅是我，还有我们的家人，还有两岸的情谊。小文望着天空，心中充满感激。3年后，小文和阿杰的家庭又添了一名新成员，儿子小杰。这一次，小文的父母早就飞来台湾帮忙照顾月子，阿杰的父母也从花莲赶来台北，两家人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。爸爸妈妈，我打算把生意做到大陆去。在全家人聚餐时，阿杰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我们想在南京开设分公司，这样既能扩大业务，也方便两边的老人家互相走动。真的可以吗？我们怕打扰你们，怎么会？我和阿杰盼着你们来呢。欣欣也想见爷爷奶奶。就这样，在小文的坚持下，父母终于同意来台湾小住。爸妈，这边请。在桃园机场，小文和阿杰带着欣欣早就等在出口处，看到久别的女儿，妈妈眼眶瞬间红了。她快步上前，紧紧抱住小文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傻丫头，受了妈妈抚摸着女儿的脸，心疼地说：“妈，我过得很好，您看我气色多好。”小文拉着妈妈的手，这是欣欣，快叫奶奶。小欣欣虽然才1岁多，但已经能说简单的话。她睁着大眼睛看着陌生的奶奶，怯生生地喊了声奶奶。哎，乖孙女。妈妈一把抱起欣欣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阿杰的父母早已准备好了丰盛的接风宴，两位老人家热情好客，加上小文的精心安排，让岳父岳母感到宾至如归。阿姨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凤梨，特别甜，您尝尝。阿杰的妈妈递过一盘切好的凤梨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比我们那边买的强多了。小文妈妈赞叹道。饭桌上，两家人其乐融融。小文爸妈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台湾农家的生活条件竟然如此优越，宽敞明亮的2层小楼，现代化的家电设施，整洁漂亮的院子，还有远近闻名的有机果园。小文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以前真的以为台湾偏乡很落后，担心你受苦。爸爸坦诚地说，现在看来是我们孤陋寡闻了。就是啊，这里环境这么好，空气清新，到处都是绿色，简直就是度假胜地啊。妈妈也感叹道。原来这是我今天讲述的故事主人公的妈妈，她专程来参加我的见面会，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您女儿小文的故事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启发和勇气。爱情需要勇气，也需要理解和包容。我握着老人家的手说，是啊，现在我和老伴每年都要去台湾住几个月，和另一边的亲家处得跟亲兄妹一样。我们还在花莲合伙开了一家民宿，专门接待大陆游客呢。老人家兴奋地分享着。听到这里，在场的粉丝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，一个大陆高学历女孩嫁到台湾偏乡的真实经历。从最初的误解与偏见，到最终的理解与和解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，更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缩影。
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的那件事，原来不是什么辛苦的劳作，而是享受清晨最美好的阳光和空气，采摘最新鲜的水果，感受最纯粹的幸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您带来一些启示，不要被刻板印象所局限，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山水虽远，亲情永续。我是丽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小文和阿杰已经结婚10年了，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家庭和睦美满，两岸的亲人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每年春节，两家人轮流在台湾和南京团聚。台湾的阿公阿嬷已经适应了大陆的生活节奏，小文的爸爸妈妈也爱上了台湾的山水风光。两地的老人时常通过视频聊天，讨论养生心得和带孙子孙女的经验。想想10年前，我们还因为你嫁到台湾而大发雷霆，现在竟然成了台湾偏乡的常客，真是人生无常啊！回忆起当年的事，小文爸爸感慨万千，谁说不是呢？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台湾的那片果园，空气好，景色美，还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运动。妈妈笑着说，以前我们以为这是受罪，现在才知道这是福气。所以说啊，有些事情真的要亲身经历才知道好坏。阿杰的爸爸附和道，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，何必因为隔阂和误解而生分呢？对，就像我的 YouTube 频道两岸一家亲一样，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故事，让更多人了解两岸的真实情况，消除偏见和误解。小文说，是的，这些年来，小文不仅经营着水果生意，还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分享自己作为大陆媳妇嫁到台湾的真实经历。他的视频获得了两岸网友的广泛关注和好评，成为了促进两岸民间交流的一股正能量。丽姐，我是小文的妈妈。当年我们反对女儿嫁到台湾，现在想想真是太固执了。一位老人家走到我面前，真诚地说，通过你的节目，我认识了这个优秀的台湾女婿，也看到了女儿幸福的生活，谢谢你。